走在台北街头哦，目前来看，好像除了便利超商之外，第二多的就是这一路的商店，对不对？哦，走3、4步就有，而且百家争鸣啊。从早期有1、2家很突出之后，就开始噼里啪啦。那也不管是一般人或是艺人，就开始在投资在做这样，而且这还有分南部跟北部。哦，去南部一定要去那家店，一定要试那家店的东西。北部一定要试哪一家？那北部又分很多家，而且很多人为了这件事情会甚至发生冲突哦，对不对？谁觉得谁对呀、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一集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的小编，我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达人呢，对不对？特地来安排我们来试试这样的东西。那到底这样是什么东西呢？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吧？来第一道先上来。对，这就是饮料店。这个到底该怎么讲？饮料店、手摇店。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出外景有说，你要喝摇摇吗？我说什么是摇摇？那老人家，我说哦，那叫摇摇啊。而且早期的摇摇还很特别哦，你不要发现到有那个拿一个公仔在那好像，现在那个没了。然后我也曾经去过外景，特地去录。我跟你讲，光是一个珍珠粉圆里面的那个粉圆啊。有人说他做第一家做，有人说那个说他是第一家做，这也是对不对？台中说台中，台南说台南，对不对？哦，第一个就是我的老朋友龟记，蜜桃乌龙哦，蜜桃乌龙好喝的，喝过，以前都喝柚子嘛。我有喝过蜜桃乌龙，因为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常会有朋友会聚会，但我们的聚会很妙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件事情发生。聚会前就有人会讲说，要喝茶嘛，然后就会点。那为什么我第一次喝蜜桃乌龙就是，还那天晚上很晚，然后我们都在这边聚会，然后这边会放很多手摇在这边嘛，然后我就有事我就拿来查一查，哦，也不知道是喝酒喝多了这样，就是很好喝但是微微的甜，然后那个桃子会很舒服，它算清爽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喝起来很健康，你知道，对不对？这就有桃子、水蜜桃的味道，然后又可以感受到茶味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觉得在喝这种手摇的时候有一个口感，这个口感你一喝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健康，就是你的上颚跟你的舌头下的时候，那就是有茶的感觉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解腻。对，而且吃东西的时候啊，喝酒的时候啊，但有人讲过这件事情，我不太确定。你要说喝酒不要喝茶，有人这种讲过啊。那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我的长辈讲的，那他讲我们就但我们还是喝茶。我觉得喝酒喝茶有个问题，就是你会没有觉得很醉，然后酒又会喝太多。龟记的饮品，说真的，我都还蛮喜欢的，对啊。适合加，这也适合加一点玛嘎什么之类的吗？亚西亚，适合加，可以哦。对不对？但这个的话，我会加那个日本的那个烧酒，是吧？烧酒，这个可以的，所以这个你推荐这个吗？你有喝过吗？啊，你有喝过我？那你有喝过我常喝的那个吗？有啊，开始两个人比说谁喝得了。没有了，里面有加野果，这个加野果没有吧？这也可以加野果，也可以加野果，真的。你可以啊，但加野果不要加糖，因为野果本身就很甜。对啊，要我可以再喝一点吧。你后面还有5杯。哦，好。你太肥了。不要说还要上厕所。不会啊，这个好。来下一个。小编推荐这个饮料哦，第一个推荐这个是还不错啊，我相信他是手下留情啊，对我这个老人家。奶盖啊？这间你喝过吗？这间是什么？德政。我是不是喝过？而且我们知道，我喝奶盖是跟你们第一次喝的。你把它摇你拿起来不要摇，不要摇，我就是不摇。对啊。所以我们这次把你挖出来。奶盖不能摇啦，对。可是它里面有茶冻哦，它的特色是就奶盖之外还有茶冻。你再挖起。很浓奶盖真正是一个
很好喝。我觉得奶盖真的是德政，也德政也蛮好喝的。这是什么？但它这个是完全没有糖，但是它的奶盖还是有咸味的。对啊，好喝哎。茶冻也有一点甜。你后面还有4杯，每杯都很尽兴啊！你看，它的你现在对饮料比较好。啊没有啦，还好啦。哎，不对，我们这个茶喝完之后，我们还有几个一口印象在。哎，它真的茶冻有甜，所以微微的甜，对，加茶冻也不错哦。茶冻。没有，就倒出来了，没有喝可惜啊。对，我只是怕你后面还有那么多。啊，有点饱了。哇，好，下一个。这样对后面的不公平。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就吃这件事情，我个人觉得我还算蛮公平的。对，因为当然你说你在饱的状态下，你去试一些食物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一样。那但是我是有办法在里面抽丝剥茧去锻炼出它的好与不好。我不至于说因为饱我就。这就比较没有负担。对，帮你这个 refresh 一下，很有名的913啊。 913就是茶的那个编号。我说真的哦，茶这件事情哦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我学喝咖啡是从我爸爸那边学来的。我大概小学2年级、3年级，我就会煮咖啡，那时候就是塞翁。那时候觉得，喝咖啡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。那咖啡本身有个咖啡的香味，很多人不喜欢喝咖啡哦，但他不讨厌闻到咖啡的味道，因为咖啡那个香味就让人觉得舒服。那也不晓得是不是茶给我感觉就是老人家在喝哦，因为以前我小时候看在喝茶，就是我阿公在喝，对不对？那老人家泡老人茶，对，或者走到哪边就看人家这样。那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茶的这个应该怎么讲，就接受度高很多，高相当多。因为现在光这些茶，要是我小时候有这么多的茶饮店，我觉得我会很喜欢喝茶。我们原本要加珍珠啊，它的珍珠是蜂蜜的。原本要加珍珠，后来没有加是？哦。又忘记。哦。我以为是因为我的身体替我着想，刚刚就忘记了。这个就纯粹品茶。这是纯粹品茶。那你有喝吗，小编？这你喝不懂吧？你喝奶茶的吧？我喝过茶加珍珠，但它可以做成奶茶的。鲜奶茶。对了，我说，可是你有这样喝过吗？啊，你喝不懂吧？对啊，应该是吧。这个年轻人应该喝不懂吧？对我来说，茶有分很多种。一种是就是聊天在喝的，对不对？那一种呢，就是比如说出去外面玩啊，像年轻人以前泡咖啡店啊、泡茶店啊那种啊，就是什么，那是另外一路的茶。但是像这一种茶，就是它是做成这样子，然后你买的时候它也是这样，然后就它佐餐对我来说是很好的。就是你吃饭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是喝酒，光是就吃家里面吃东西，然后配个茶，我觉得这是好的。茶我明显会感觉到它好喝跟不好喝。我这么浅的人来说的话，就是它的回甘程度。它有的那个茶，那回甘到你那个整个这样生津止渴这样，然后整个这边是舒服，然后回甘到甜甜的这样。那是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好像是我国中吧，还是高中，我去我朋友家，然后我朋友他爸爸在泡茶。然后他爸在那边，我朋友不好意思，他给我们喝茶，不好意思，他就把说，哇，这得叫鬼盐呢，一般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比赛得。对，比赛得啊，这跟多少钱什么，我都听不懂啦，我到现在其实也听不懂，到底茶的便宜是多少钱，贵是多少钱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是那样，然后叫我喝喝看，然后我就看，也是好淡，因为以前我们家喝的颜色没那么淡，都是比较浓一点的，那么淡，那是有味道嘛？我要喝之前我还想了一下，而且回甘那种，我就喝着，慢慢就真的回甘。我第一次感到，哦，原来茶有这个味道。茶是一个好的饮料，但说真的，要花时间的话，还是想要去把茶学好了。这个佐餐很好了，它算浓浓啊，天然茗茶的都很浓。真的、它算浓这个，他们家本来就是以茶为主。这个我喝的话
我这样讲会被人家骂、啊。喝3天。不是，我会想加气泡水。哦。对，我会想怕，不是，差不多这样的话，再兑大概1/3的气泡水，让微微有一点汽水那种气泡水那种感觉。碳酸感。好，你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，好了，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，因为有人看过，没有看过。就是我刚开始出外景的时候，我还记得那一次是在济州岛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喝了那个马格利亚，那个他们马格利中文怎么讲？玛格丽酒，对不对？我一喝的时候，我就它里面有点碳酸感。录完之后，我们志文跟我说，什么叫碳酸啊？碳酸不是很明显，就像汽水这样啊？你不会讲汽水吗？我说不是啊，就是碳酸啊，汽水就有甜味的、啊。然后碳酸谁懂啊？可是说真的，那时候说真的，好像知道碳酸的人有了，可是没有那么普遍，对不对？大家对有气泡还是在讲说啊，这是汽水。好像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，他就碳酸饮料嘛，他后面都会写碳酸嘛。因为我在日本待过，我就有碳酸感这样，他就讲说要讲汽水，所以我刚刚刻意讲汽水，他讲碳酸。这你应该没听过吧？大明哦，还是大明不就二号嘛？啊，对啊，哥哥小家2号嘛，1号铁熊嘛，对不对？真的知道的人真的不多。现在应该知道不多吧？哦，烤糖荞麦冻奶青，奶青是什么东西？啊？清茶，青草茶。清茶跟奶茶。烤糖荞麦，我光荞麦，我觉得荞麦也是我很喜欢的。有香气。微冰无糖，它已经很甜嘞，它甜从哪里来？哦，烤糖荞麦。就是没有另外加糖的意思。哦，这个也是茶冻哦，荞麦冻。有荞麦味。有，也是还蛮好喝的，也还。现在做饮料真的很厉害。嗯，很用心。对，但有一个就是早期的珍珠奶茶是用奶粉，对，但奶粉但你要看，有的奶粉是有反式脂肪的啦，对了，要尽可能是挑就是鲜奶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仔细看，最好是不要有反式脂肪，因为反式脂肪听说进到肚子里面3年才出得来，对不对？而有一种说法是，当然那是应该有加糖的啦，就是你每天喝1杯珍珠奶茶有加糖的，全糖的哦，有1年最少胖7公斤，因为你知道全糖等于是16块方糖哦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你知道？他在饮料店打工。哦，是哦，那半糖呢？8颗到10颗，对啊，所以你看，那甜度是很惊人的。你在饮料店打工哦，哪一家？很久以前的哪一家？小时候。约翰红茶，约翰不是走路吗？约翰什么时候有红茶？有一个，他走路去开红茶店，他走着走着就遇到，走着走就遇到红茶。只是因为喜欢喝饮料，所以去饮料店。哇，这个是追梦哎！是哦，我去过3间打工，就是茶店啊。对，有手摇店，手摇店。那你去手摇店干嘛？去摇饮料。为什么要去3间？就是你会觉得这样子的茶太复杂？嗯，偏好，因为你是一个爱堆叠的人。没有，说真的，这个哦，你说什么烤糖荞麦冻奶青，我在喝，我觉得它是饮料，但我不觉得它是茶。哦。我真不觉得它是茶。哎，你们有喝吗？你喝喝看，这我没喝过，来，那个在上过班的他知道，你喝喝看，不像茶，对不对？它不是茶品，它就是饮料，而且它比较偏向是调味乳，对不对？可是它真的有一个那个是，荞麦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，荞麦很香哎，荞麦啦。嗯。新台式茶饮哦，一木日哦，这叫荤桂桂花柠檬，这有茶吗？
这没有嘛，就是柠檬汁而已嘛，柠檬汁加桂花嘛，加荤桂。我想荤桂真的是加进去，真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哎。这荤桂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荤桂吧？是那个黄黄的，对啊，做法可是好像有分两派就是有一种是那种比较这种的荤桂，另外一种是就是软软 Q Q 的那种荤桂。哎，这很好喝哎。对，它的荤桂很好吃哎，它全部在讲蛙桂，它的荤桂很好吃哎，因为它那个柠檬跟那个桂花，它的那个怎样？桂花本来就有一个很迷人的香气。它的桂花是在荤桂里面。哦，做进去。嗯，所以它的茶类的柠檬啊，明显喝起来，因为它有让你混淆的地方，是因为它的桂花很香，所以你在喝茶的时候，你会喝到柠檬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点点桂花香。那当然很棒的地方是，它在荤桂的地方，它把桂花放进去，所以当你在喝的时候，尤其我们现在是这样喝啊，可是这个一般应该是用粗吸管吧，对不对？你看嘛，液体在嘴巴里面跟固体在嘴巴里面，当然是固体待的时间比较久嘛。那你待的时间久，它香气又有的情况下，你现在满嘴巴就是桂花香，这是学习到了哦。这家就是以荤桂起家的，对。还有什么果条哦？那个超贵，对，超阿贵，上次有喝对，超花桂，成类似像珍珠那的个芋圆这不是那种东西，还有那个它有那个很香的那个味对道，超阿贵的味道，然后把它清香啊，你说艾草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啊有那个艾草的味。结合一些传统的味道对的对很不错哎，这个一日木是不是？一幕日哦，一木日，这个很棒哎，我觉得这个很棒，我蛮欣赏这个的。嗯，它又不像冻，不像那个一般茶冻或是果冻，它是有荤桂的口感，荤桂的口感。好，来下一个。最后一个啊，好了，那其实那个还可以再拿回来继续切，对啊，很不错很不错哎，今天的而且今天的茶都是比较长卖型，哦不是那种限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它已经在市场上有稳定的销量啊，对，所以它会卖很久，并没有下。这个一定会卖很久啊。这个是也是最近它好红了很久。这叫收马对， mocktail 是什么？那不是 cocktail，它是茶原味茶哦，是茶加奶，它是奶粉，它就是奶茶。对，用奶粉泡的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奶茶的爱好者，在你的角落，在这么多的纷扰之下，有没有？或者这么多的百家争鸣情况之下，在你内心的角落角角边，一定有一个想要留的那个部分，就留给他。它就是浓的奶茶，对，然后那个浓到奶香味有的同时，你那个舌头跟上来下这样。但这个我说真的，这个喝多也是很惊人的，它应该茶蛮浓。应该茶很浓哦。被网友说是最好喝的奶茶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是很 typical 的奶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以前我喝奶茶还有喝什么那个放那个叫什么，有粉的那个叫什么？胚芽，哦，黑芽奶，好胚芽奶茶。我讲这个奶茶加胚芽下去，哦，我讲好到吓死人。可是以前我都喝全糖哦，然后我就喝着，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没喝了，没喝之后呢，再来我就不喝有糖的饮料了。这个就是很浓啊。这你有常喝吗？他刚出来的时候有去排队。你会去排队买茶哦？对啊，是哦，他现在还会排队。他现在会排队，还会，是不是店不多啊？对，他对店不也是啦也多。是对啊，你有喝过吗？我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是这样，这是属于老人家的奶茶。它真的很浓。你喝了你就觉得对，在你的内心角落里面一定有一块它的地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还没喝到就闻到那个对茶跟奶混。对，就是我讲，只要有喝过奶茶，喜欢喝奶茶，一定有这个。拉茶也有这种。有阿萨姆奶茶呀。
这个喝完之后嘴巴还会口水一直不断的冒。哦，我觉得不错哎，台湾我们应该讲，既然茶是这么多的店一直不断的像雨后春笋一直冒出来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很多也是有淘汰掉的，一定有。那会留下来的，它一定是要去无存精嘛，把好的东西留下来。所以基本上在台湾目前，只要这间茶店，我个人觉得啦，你的经营超过3年，这间茶店不管它是不是连锁啦，一家也好或连锁，它能够在市场上站稳稳站了3年，它应该就没有雷，应该就没有雷。那唯独所谓的雷是什么？就是我不喝奶茶的，我跑去买奶茶，就好难喝，那不是他雷，是你雷。对啊，因为我不喝奶茶，你不喝奶茶，你干嘛一定要去买奶茶？吃牛肉去牛肉面。对嘛，就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有他们自己的，你知道粉丝团啊、应援者啊，一定有这些东西。但只要超过3年的，不妨你都可以去试试看。那当然必须讲说，我没有办法喝有糖的，那你却要去找一间里面一定有糖的，那当然就不行啊。我不喝奶，对不对？跟你跑去买奶茶，那样不行。但只要你是觉得，它里面的这些内容是你喜欢的，不妨你没有喝过，都可以去试试看。然后在这边跟这些稍微有一点年纪，就是我不碰这些东西的人，也可以去试试看嘛。因为食物是这样子嘛，当你没有接触到，你没有去尝试它，你可能这辈子就错过这个美味。但也并没有叫你说每天喝，对了，好喝每天喝，不要像我这种你知道，这个食欲没有办法控制的人。但你可以品尝一下，因为台湾的茶真的是很经典，我觉得已经成为台湾一个非常特别的特殊文化。因为台湾不仅在台湾这个地方，日本、东南亚、全世界、北美已经开始，台湾的茶品已经走出台湾，已经到国际化了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哦，试试看啊，去哪边看到，不妨约一约老人家，对，我来你不怕买排队可能就不要排啦，因为我们老人家站不久，对不对？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